这个身价千亿的千金小姐在给班上的同学们分发名牌口红，大家都想抢到颜色最美的那一支，甚至不小心把口红盒打翻在地，一支口红正好滚到贫穷的恩江脚边。就在这时，班主任推门进来开始上课，他命令大家上交所有的口红。恩江急忙用脚遮住那支口红，因为扰乱了课堂秩序，千金小姐小海被罚下课后扫厕所。恩江看着脚边遮着的口红，心中已经悄悄酝酿了个计划。他找到正在厕所打扫的千金小姐，把自己的口红递给了她。出身富贵的小海果断地拒绝了。恩江随手拿起旁边的拖把，开始和小海一起清理。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恩江故作姿态扔掉了伞，一个人跑进倾盆大雨中。看到这一幕的千金小姐立刻把豪车开到他身边，邀请恩江共乘一程，但恩江礼貌地拒绝了。小海急忙下车，试图把伞递给他。就在此时，一辆车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把两人都淋湿了。他们看着彼此狼狈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恩江看着眼前的小海，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得逞了。20年转眼即逝，千金小姐小海成为了企业家，而恩江依旧是忙碌的小职员，偶尔还要给小海跑腿。这一次，他去的客户家养了狗，狗不停地对恩江吠叫，这让喂犬的恩江心惊胆战。他想要快点离开，却不慎摔倒在地，金毛犬咬住了装珍珠的袋子，在拉扯中，袋子被扯破，珍珠散落一地。恩江跪在地上一颗一颗的捡，即使腿部受伤也不顾，最终还是少了3颗珍珠。他对朋友抱怨了几句，小海向他透露，酬金已经放在一旁。抬眼望去，恩江的身影已经消失无踪。恩江抵达雇主家，恳求家中女仆允许他去草地上寻找失物。他终于找回了那3颗遗失的珍珠，带着东西找到了小海，把找回的珍珠还给了他。说罢就准备离开。小海连忙叫丈夫车员送恩江回家。恩江与车员相识已有10年，相识的时间甚至早于车员与妻子的相遇。两位老朋友随意地聊了几句，车员敏感地发现了恩江腿上的伤，他立即将车驶向药店，匆匆购买了消毒用品，蹲下身子仔细为他处理伤口，还心疼地对着伤口轻轻吹气。恩江并未拒绝这份含糊的关怀，心里对这位温柔的闺蜜丈夫竟涌起了一丝异样的感情。为了感谢车员的周到照顾，恩江邀请他一起到便利店吃泡面，还特意挑选了他最爱的口味。车员惊讶地询问他怎么知道他的喜好，恩江害羞地回答了他。两人就这样静静坐在便利店里，暧昧的气氛在两人间弥漫。第二天清晨，小海再次来找恩江帮忙办事。这时，一个女人找到了小海，告诉她由于丈夫出轨闺蜜，好友竟患上了抑郁症并自杀了，还特意提醒她要多加留心。小海却似乎并不把这当回事。门外的恩江听到这些话，眼神渐渐变得阴沉不明。农村姑娘一天要做3份家教工作，只为了支持男友的公务员考试。在女友的精心照料下，软饭男好不容易才考上了，但他选择对女友保持沉默，还被蒙在鼓里的恩江安慰他，叫他不必太过难过。泰姬对恩江的关心毫无感触，甚至直接把他赶出了门。确定恩江离开后，泰姬急忙召集他的好友，打算和他们一起庆祝自己的成功，但他忽略了最应该庆祝的那个人。夜幕降临，恩江带着食材回到租住的小屋，他打算好好的安慰一番他的男友，却在门外看到了被丢弃的考试资料。他急忙给泰姬留下电话信息，劝他继续坚持，不要放弃努力。然而他并不知道，他的男友并没有选择放弃，实际上他正在酒吧举行派对，尽情庆祝，朋友们都在呼喊着他的名字，他也沉醉于这样的荣耀之中。有人提议把恩江也叫来一起庆祝，泰姬却立即露出厌恶的表情。刚好来酒吧谈生意的小海意外得知泰姬考上了公务员，他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恩江，并热情地邀请他们一起到家中庆祝。听到这个消息，恩江感到十分震惊，他勉强挤出笑容，应付了小海，气愤地直奔泰姬所在的酒吧。朋友们注意到恩江的到来，都尴尬地试图让泰姬坐下，但泰姬依旧浑然不知。直到恩江走到他面前，泰姬这才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结结巴巴地开始解释：“你怎么来了？”饭后，泰姬不在意地指着恩江，他就默默地跟在后面结账，还得把喝醉的男友背回家。因为之前答应了小海要一起庆祝，恩江只好带着泰姬去超市购物。他一路抱怨个不停，恩江却也不生气不恼火。他们提着满满的购物袋，搭上了去别墅的公交车。刚坐上公交，泰姬不留神摔了一跤，购物袋里的水果散落一地。恩江急忙弯腰捡拾，路人纷纷伸手帮忙，泰姬却只是自顾自地坐着，甚至责怪恩江为何不打车来，我们得为将来的婚房存钱。听到这话，男友脸上却满是不屑。到了别墅，恩江一人忙碌着准备晚上的派对，作为主角的泰姬却在椅子上打游戏。恩江请求他帮忙吹气球，却被专注游戏的泰姬不耐烦地拒绝了。他还嫌他幼稚，恩江却不怒。泰姬如此无情，恩江仍旧温柔以待。他笑着开始整理地上的气球，自己吹起了气球。不久，小海和伴侣也带着食物来了，对这样装扮一新的别墅赞不绝口。小海夫妇对恩江赞赏有加，把食物摆放好。小海和伴侣甜蜜地交换酒杯，恩江满怀期待地转向泰姬，发现泰姬完全没把他放在心上。恩江尴尬地自己喝酒。酒宴持续了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回忆旧事。恩江和小海展示各自的好友项链，连成一条，证明他们的友谊，赞誉他们友情的深厚。车员放起了动感的音乐，
众人开始热舞，恩江去厨房拿新酒，车员迎面走来，竟然吻上了她。女人脱去衣物，赤裸着在游泳池中畅游，她试图用游泳来平息内心的冲动。这性感的一幕被小海的丈夫意外撞见。就在不久前，长久未得快乐的恩江试图在床上引诱泰姬，却被泰姬不耐烦地踢下床。他难以忍受地走到冰箱前，试图用冷气降低欲火，但根本无济于事。同时，情绪激动的车员缠住了小海，两人在被窝中打闹。就在事情即将发展时，没准备安全措施的车员被不想怀孕的妻子踢开，男人的自尊遭到了打击。车员郁闷地穿衣到阳台吹风喝酒，却被恩江跳水的声音吸引，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身影。车员心中不满，目光难以转移，两个孤单的灵魂突然相视，车员吓得赶快转过头去。恩江停止了动作，凝视着车员匆忙离去的背影，陷入沉思。第二天清晨，小海夫妻开车送他们回家。经历了昨晚的尴尬，车员和恩江都无言以对。他偷偷瞄着那个简单打扮的女孩，心里回放着昨晚的香艳记忆。下车时，大家礼貌地告别。恩江感觉到男友的心情不佳，边道歉边尝试哄他开心。泰姬却置若罔闻，独自回到租屋的地方。第二天下班后，恩江买了很多东西，为男友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泰姬却不领情，一边吃着饭，一边对他冷言冷语。恩江满怀期待地提议周末见家长，泰姬却愤然摔筷，他无缘无故地走了，留下恩江一个人面对空荡的餐桌。小海下班后去接女儿，被严肃地拉到一旁，被催促要快生个儿子，继承家里的产业。刚应付完公公的催促，婆婆又开始抱怨，用尖刻的话语讽刺她，一边强调儿子的辛劳，直到小姑出面缓和气氛，小海才有机会离开。回家后，小海向丈夫倾诉不满，车员赶忙安慰生气的妻子，然后气呼呼地回了卧室，留下车员一个人默默叹气。同时，泰姬兴高采烈地跑到车行，她用恩江准备买婚房的钱为自己购置了一辆豪车，还高兴地去服装店购物，为自己添置了套昂贵的服装，然后去高档餐厅相亲，炫耀着自己的新装扮。对面的女子似乎很满意，她害羞地低下头笑了。泰姬与美女调情，已经把恩江忘到脑后了。恩江准备好了晚餐，在租房里满怀期待等待男友。此刻泰姬却沉浸在新欢的温柔乡，与他忘情的缠绵。他正要接老婆的电话，却看到妻子的朋友向他走来，便迅速挂断了电话，笑容满面地迎接他。小海联系不上丈夫，焦急地再次拨打恩江的电话。恩江只是扫了一眼手机，选择忽略，继续和车员聊天。他们走进了办公室，恩江此行是为了咨询整形，为了更好的提建议，车员温柔地托起她的脸庞，仔细审视她的面部线条。这近距离的男性气息让恩江紧张地攥紧了拳头，心中不由自主回想起过去的情景。当两人目光相对，都愣住了。车员审视着眼前的恩江，忆起之前所见的她的美丽，他尴尬地缩回手，对恩江笑着说：“千万别告诉小海。”就在此时，妻子的电话再度响起，是岳母的病情再次恶化，妻子请求他去疗养院帮忙。车员本想替恩江换医生，却被他婉转拒绝。离开的恩江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要她和丈夫一同照顾母亲。于是两人刚别过又相见，一同驱车前往医院。可小海的母亲对恩江颇有微词，批评他的穿着老气、尖酸的话令恩江颇感不快，但他还是忍了下来，笑着顺着小海母亲的话。车员急匆匆进来，恩江瞬间变得热情，起身热络地打招呼，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看到女婿带着女儿的朋友，这让两人都觉得尴尬，急忙澄清，不想让人误解。看着他们同车离去，他意识到这名女子可能会威胁到女儿的婚姻。在回家的路上，恩江接到了男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今晚还要继续加班。就在这时，车员提出晚上一起吃饭的邀请，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车员随即提到他妻子也会一同前来，这让他刚刚升起的兴奋感冷却了些。在餐厅里，两人谈笑自如，车员还细心地给恩江准备了食物。这份微妙的情愫并未持续太久，小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她一边感谢闺蜜的帮助，一边称赞闺蜜今天格外美丽，还兴奋地向丈夫打听情况。车员也很给她面子的回答，这让两人都吓了一跳。幸好车员机智地化解了尴尬局面，他们心照不宣地隐瞒了在医院的那次相遇。同时，泰姬在楼下跟空姐女友通着电话，甜言蜜语地称呼着对方，甚至通过电话传送绯闻。但当面对回家的恩江，他立刻露出了不耐烦的态度，对恩江的精心打扮大加嫌弃。尴尬的恩江尝试转移话题，他提议试驾他的新车。泰姬不耐烦地开了车门，让兴奋的恩江坐进了车内，但他很快感到了不妥。副驾驶座散发着陌生女性的香水味，他疑惑地四处打量，竟在副驾驶座位上发现了一支不是自己的女性唇膏。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女人本以为男友在加班，却看到他和一个美女搂抱在楼下，两人目光对视，慌乱的男友竟然说：“来，打个招呼，她是我姐姐。”恩江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们。那美女因害怕而抱怨泰姬的：“姐姐，太可怕。”泰姬赶紧安慰美女，让她快走。然后她慌张地上了楼梯，边走边向恩江解释说：“那是我的妹妹。”恩江根本不相信她的借口，他转身径直上了楼。泰姬看着情况暴露无遗，怒气冲冲地质问女友怎么会突然出现。恩江坚持让他把手机交出来接受检查，被抓住把柄的男人开始急躁，威胁说如果敢查手机就提出分手。
他甚至把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恩江却是一脸的冷静。随着那位提款机女友的离去，泰姬像发狂似的开始摔东西，恩江不再理会，决然离去，独自一人在街头泪流满面的奔跑。她为男友付出了一切，却换来了如此不堪的结局。与此同时，由于与丈夫的争吵，次元的母亲决定去儿子那里，只是发现门前的密码锁已经更换，所以她带着满腔怨气出现在小海的工作室，在电话中尽情大笑，故意制造噪音，完全不顾儿媳和顾客正在谈生意。小海看着这个让人头疼的婆婆，连忙给丈夫发信息求援，一边不停地向顾客道歉。顾客被这一连串干扰弄得头疼欲裂，终于忍无可忍地离开了。看到儿媳的生意被搅黄，婆婆竟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车员收到妻子的短信，马上脱下工作服赶来，但只见到了在门口道歉的小海。在送走了顾客后，小海向丈夫大吐苦水，夹在妻子和母亲之间。车员也感到非常无奈。第二天一大早，看到车员早起为家做早餐，婆婆又开始发脾气，边骂儿媳懒惰，边准备好好教训她一顿。但一开门就被正在谈生意的小海堵了回去。车员赶紧过来拉开了母亲，耐心地劝慰了一番，这才让她暂时安静下来。但没过多久，她又开始抱怨。车员打算顺手扔掉垃圾，却被母亲阻止了。他不愿看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做这种事，边斥责小海不识大体，他一边伸手试图抢走儿子手中的垃圾袋。在这样的拉扯中，垃圾袋终于没能承受撕裂了。小海看着满地的垃圾，心情烦躁，心中的怒火几乎要溢出来，尤其是婆婆接二连三的责骂，她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霆，这让婆婆非常生气，气到直接喊出要他们离婚。小女孩吓得哭泣起来。这个混乱的早晨就这样结束了。心情沮丧的小海叫上恩江，边喝酒边诉说婆媳关系的苦恼。不多时，小海喝醉了，开始在隔壁桌子与一群男人热烈跳舞。恩江跟在后面，却怎么也拦不住。此时车员也赶到了现场，把喝醉的妻子抱上了车。看着朋友夫妇那么恩爱，恩江心里满是羡慕和嫉妒。他决定也跟着出去，假装不经意地向车员泄露了一些事情。一个大塑料桶快速地滚下，但戴耳机的女孩却浑然不知。在这危险时刻，工地的老板迅速冲了过去。就这样，年轻女孩爱上了一位50岁的已婚大叔。拿着东西回来，恩山愧疚地看着正在贴膏药的南哲。工友们警告他不要再在工地上戴耳机，他低着头默默接受了训斥。南哲却在一旁安慰他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在工地上并不是常有的，还笑着安慰他，只要你没事就好。恩山看着南哲回到工作岗位，心中的愧疚和心疼更甚。回到家，受伤的南哲找到了妻子，他希望妻子能帮他热敷一下，但金雅却更想看电视剧，告诉他还是自己去医院吧。南哲只能叹气，自己准备了热水泡毛巾，叫儿子来帮忙。儿子一边按摩他的腰，一边抱怨这本是妈妈该做的。南哲对此只能苦笑回应，我只是个没有钱的入赘女婿，还得天天面对那个挑剔的财阀公公，怎敢让我的贵族妻子做家务呢？睡前肚子胀得难受，我请妻子帮我放点血，她忙着敷面膜，又一次拒绝了我。她说让我第二天自己去医院，我只能忍着疼痛，默默的。同一时间，恩山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他脑海里反复想起南哲救他的情景，他已经被大叔的勇气和温柔打动了。第二天早上，他去了药店，买回了膏药和消化药给南哲。南哲看到突然出现的药品，感到惊喜，他感激地向恩山表示了感谢。恩山注意到南哲揉着肚子的不适，他主动提出帮他放血。南哲当然没有拒绝，他听从了恩山的建议。看着恩山手法娴熟，他心里也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感觉。晚上参加同学聚会时，同学们劝恩山去相亲，想给他介绍一个高富帅男友，但恩山笑着拒绝了。他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同时，南哲饿着肚子回家了，他问妻子是否留了晚饭给他，但沉迷于电视剧的金雅只是敷衍了他一下。南哲只得自己泡了碗方便面，急得他甚至来不及换个碗，在沸腾的锅里就吃了起来。这样的憋屈生活，他已经过了整整20年。第二天早晨，他在公司清洗财阀公公的房车，恩山正好路过，看到了这一幕，他两眼放光，兴奋不已，很想进去仔细看看，但被南哲拦住了。他仔细擦拭了恩山踩过的地方，然后催他回办公室加班。加班后，南哲带恩山去吃饭，恩山还点了2瓶酒，他说他会付钱找代驾送他们回家。两人喝着酒，开始聊起了各自的经历。南哲透露自己是因为感恩才结婚并有了孩子。恩山听后马上明白，他的生活其实是受到了一种心理效应的影响。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南哲和他妻子之间并没有感情。接着他趁酒意向南哲透露了自己的心意，他曾经的小10岁男友第一次去他家，恩山充满期待地嘱咐他，还给了妈妈一笔不小的钱，希望妈妈能够认真招待。结果妈妈为了省钱，居然用隔夜剩菜招待男友，这出乎恩山的意料。他在外面忍辱负重，在男友面前卑微到尘埃里。他本以为婚姻能改变生活，没想到妈妈不但看不起他，还把她未来的丈夫看成出气筒。回想起和男友分手的情景，恩山感到特别崩溃。他家太穷，提供不了任何经济支持，男友的家庭条件也很一般。要是恩山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至少还能和他一起奋斗。但现实是，恩山都37岁了，还在给人打下手，平常就靠跑腿勉强为生。
男友受够了贫穷生活，觉得恩山一家是个负担，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分手，然后马上就有了新欢。恩山的妹妹亲眼看着那个男人劈腿不止一次，她一再劝恩山离开他，但恩山就像迷失了方向，明知道前面是火坑，还要往里跳。其实恩山心里也很痛苦，他太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37岁了，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如果连婚姻也失败了，他就真的成了人生的失败者。还有比现在更糟的情况吗？她只希望男友玩够了能回到她身边，这样她至少还能安慰自己，自己嫁给了一个公务员。看到恩山这样，妹妹真的是十分着急。听说恩江已经带着男友去见了父母，大家都以为她快要结婚了，闺蜜急忙叫恩江过来一趟。恩江到了闺蜜家那栋豪华的别墅，看见墙上幸福洋溢的婚礼照片，心里那股复杂的感觉难以名状，也许更多的是嫉妒吧。看到闺蜜身穿昂贵的真丝睡衣，她连2个月省吃俭用的工资也买不到。闺蜜虽然开了奢侈品公司，但实际上也并不富裕。即便这样，她还是向丈夫借了1000万韩币作为恩江婚礼的礼金。不止这些，还亲自设计了一款婚戒，那上面镶的是真正的钻石。作为相识20年的好朋友，她衷心希望恩江能幸福。可恩江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心意的重要，他只是因为拿到了那张1000万的支票而兴奋，以为有了钱，泰姬可能就会回心转意，决定留在他身边。他连夜去找泰姬，想把婚戒戴在他手上，告诉他无法放弃这4年的感情，以及他所投入的青春、时间和金钱。泰姬感到十分烦恼，他用了最卑鄙的手段质疑恩江的人品，说他暗恋闺蜜的丈夫。不止这些，他还去找恩江的闺蜜，希望她能说服恩江死心。他以为这样能让恩江放手，谁知道恩江那性格火爆的妹妹在网上看到了他和新女友的合照，强势的上门找他算账。泰姬被恩江妹妹压在垃圾堆上痛打一顿。泰姬原以为女友怀孕了，嫁妆可以省下一大笔，结果事情反转，女友发现他同时交往2人，坚决提出了分手。原本到手的幸福就这样溜走了。她气急败坏地找到恩江，恶意破坏了恩江和闺蜜的关系。恩江和相恋4年的男友分手了，还被诬陷勾引闺蜜的丈夫，丢脸和心虚，慌乱的感觉纠缠着她。这些混乱的情绪一起冲击着她的理性，她内心的平静被完全破坏了。她一直得到的太少，现在她渴望得到更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用强的方式。父母知道女儿被男友欺骗，立刻放下手中的饭碗，冲到那个男人的公司，全家人在公司楼下围住那个男人，轮番斥责，吸引了很多旁观者，闹得很是丢人。恩江的自尊已经支离破碎，父母这样一搞，他感到无地自容。那个男人一见到他就觉得倒霉，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白吃白喝了他4年，说话越来越难听。回家之后，父母觉得丢尽了脸，他们已经四处宣扬女儿终于要出嫁了。现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向亲朋好友解释，总不可能说是因为未婚夫出轨才取消的吧？那简直是笑话。恩江本就情绪低落，还要面对家人的责备，心里的委屈无处倾诉，只能趁夜色跑到海边发短信给自己，自我安慰。等他回家的时候，小叔子在院子里等着他。只有小叔子告诉他，男人出轨不怪女人，告诉他以后别太单纯善良，因为付出最多的往往受伤最深。那天恩江像往常一样帮闺蜜送东西，为了让恩江高兴一些，闺蜜故意推迟了会议，抽出时间陪恩江逛街，甚至自己掏钱为她买了一套漂亮的衣服。为了更好的搭配衣服，闺蜜还把自己最爱的限量包包送给了恩江。经过这番精心打扮，恩江觉得镜子中的自己都变了样，在闺蜜的陪伴下，她的心情好转了许多，也恢复了一些自信。晚上，那个男人发来短信，邀请她到以前常去的路边餐厅见面。恩江仅仅考虑了2秒钟，没听妹妹的劝阻，带着朋友送的新衣服去了约会。会前还仔细整理了发型，尽管已经被侮辱过多次，他仍抱有一线希望男方能回头。他对爱情的执着让人觉得无药可救，但令人失望的是，男方这次约他出来根本不是为了和他复合，而是要他帮忙撒谎，消除未婚妻的怀疑。当恩江拒绝时，男方的真面目再次显露，辱骂恩江不自量力，以为穿了朋友的衣服就能变成和朋友一样的人，说恩江无论如何打扮都只是个廉价的仿造品。更痛心的是，男方还提到恩江曾暗恋朋友的丈夫的事情。当最后一点希望破灭时，恩江终于清醒，认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渣男。他在海边大声哭泣，当他停止哭喊，心中邪恶的念头开始滋生，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养了4年的小白脸终于结婚。然而新娘不是他，恩江越想越愤怒，越想越觉得亏，不甘心白白浪费4年青春，他决定采取大动作。为了给过去的自己出口恶气，他去租了一身漂亮的衣服，他闯进了婚礼现场，在小叔的帮助下，给新娘的父母送上了一份大礼。我是和你们准女婿交往了4年的女人。新娘父母打开礼物，看到的是胎儿的 B 超照片，再看到那组合照片，2位夫妻当场目瞪口呆。他们是讲究面子的人，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骗子。男方看到自己的婚礼被搞糟，气急败坏地去找恩江算账，炫耀着手上的结婚戒指，进一步伤害了恩江的心，批评他的心胸无法和他的好友海洋相比。海洋得知他结婚的消息，还特地赠送了一枚结婚戒指，可恩江连一点礼物都没有，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破坏。恩江已受够了爱情的欺骗，承受不起友情的背叛。表面上他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内心对海洋有了怨气。
海洋没有感觉到恩江的变化，她和她的丈夫次元邀请恩江去西餐厅庆祝她甩掉了渣男。这次聚会对恩江意义重大，至少她确认了次元心中还留有她的位置。她还记得她害怕狗，记得她脆弱时会哭，这些连海洋都忘了。她故意喝得烂醉如泥，倒在地上。在海洋夫妇送她回家时，毫不掩饰地依偎在次元肩头。海洋没多想，在副驾驶位上给代驾指路，让做医生的老公照看恩江。恩江因家庭原因一直自卑，从未邀请别人到他家做客，因此海洋也不清楚他的住址，只好带他回到自己家的客房。就在那个夜晚，海洋的妈妈做了个怪梦，梦见恩江偷偷爬进了女儿和女婿的床上。虽然次元抱着海洋，但手却握着恩江。婆婆的第六感让她不安。第二天急忙叫次元去疗养院，要他发誓永不伤害海洋，始终珍爱着海洋。次元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何丈母娘会有这么强烈的不安感，但她还是答应了。分手后，恩江忙着备考和打工，她不愿一直在海洋背后默默付出，决心要考取教师资格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海洋也不是在闲着，他给恩江推荐了个条件优越的相亲对象，长相高挑，身材瘦削，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而且是个工厂的老板。虽然年纪比恩江大4岁，但起码显得成熟稳重。恩江厌倦了照顾别人，对这位新追求者觉得被人照顾也挺好，所以他同意了周末见面。原以为苦尽甘来，终于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却在见面前一刻得知对方是离过婚的单亲父亲。海洋也才得知这一情况，后悔没了解清楚，就介绍给恩江。想到他们此时应该已经见面，决定晚些时候再给恩江解释，没想到误会搞大了。恩江本就自卑又敏感，直接就没去见面。他还记得几年前的事，海洋给他的富二代朋友介绍了医生，轮到他自己却介绍一个离异的大龄男人，他觉得这很可笑。海洋心中，他只配嫁给这样的人吗？积累的误会和不满让恩江心生怨恨，多年的友谊似乎要翻船。恩江对海洋的怨恨达到了极点，如果他要放飞自我追求爱情，那么英俊温柔的次元就是他现在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当海洋再让他帮忙约见客户，他故意拖延了时间，言辞借口司机没接单。恩江了解海洋，急事肯定会让老公来帮忙。果不其然，陪他出差的是次元。他在精品店试了口红和香水，细心打扮了一番，在路边吹了个气球许了愿，准时在约定时间出现，恰好被前来接他的次元看到。次元驾车前来接他，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天真浪漫。为了吸引闺蜜的老公，她的手段可谓高明过人，她使出的每一计都像是出自绿茶宝典。记得很多年前，次元无意中提到某家店的饭团好吃，恩江一直记在心上，还特地用保温盒带来，显得格外用心。然后以朋友的名义做出亲密举动，让次元放下戒备，面对恩江的好感。次元虽感内疚，但未曾拒绝。恩江觉得自己有机会了，紧接着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制造幻想。他引次元到海边，故意说些容易让人误解的话，两人在海边吹风，追逐海浪。恩江不小心跌倒，次元上前扶他，剧情虽老套，却异常有效，瞬间电流般的感觉让人不禁生出暧昧情愫。回程的路上，恩江无意中知道了闺蜜送的婚戒真相，原来是卖不掉的才送给她，原本还说是专为她定制的，宣称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真是太假了。相亲时介绍的是离异再婚男，连戒指也是别人的二手货，真是把他当成可怜虫对待。他不禁觉得可笑，途中装作肚子不舒服，理直气壮地接受次元的照顾，好像只要夺得次元就能胜过闺蜜一筹。这次出差回来后，恩江和次元的关系悄然生变。恩江很狡猾，他清楚次元家庭的状况，海洋一直和公婆不和，次元又是个孝顺的人，每次家中矛盾出现，次元总是左右为难。恩江就扮演了懂事的角色，积极帮助次元缓和家庭矛盾，还陪他挑选给父亲的衣服。当店员误以为他们是夫妇，恩江回答说，这么一说，别人还真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呢。不过这样含糊的回答，次元也没反驳。这时海洋正好在商场偶遇丈夫与另一女子同行购物，内心突然紧张起来，他快步追去想确认，但那人影早已消失。海洋的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近病情越发严重，海洋希望能多照顾母亲，决定把母亲从疗养院接回家，这成了婚姻生活中的又一难题。房子是次元家出资购买的，海洋若要接母亲同住，必须得到公婆的准许。海洋本不想激化矛盾，起初还有些迟疑，但恩江在一旁怂恿，强调照顾母亲是孝道，没必要征求他人同意，毕竟不是依靠婆家生活，鼓动海洋与次元硬碰硬。就这样，次元下班回家一看，今见岳母已搬来同住，虽感受到不尊重，但次元脾气好，没有争执，反而努力协调家中关系，尊敬地侍奉岳母。恩江被叫来帮助照顾，与次元的接触也变多了。海洋没什么城府，但他妈妈可不简单，他敏感地感觉到了恩江和自己女婿间不寻常的氛围，两人稍微靠近些，他就如同捉奸在床，立刻制止。你们在做什么？在照顾老人方面，恩江确实尽心尽力，但始终被岳母当软柿子捏，受尽尖酸刻薄的言语。恩江已经听得太多，更让他尴尬的是，刚回家的次元也听到了这些话。作为社会底层的大龄剩女，恩江能遇到的最佳男性，不过是自己闺蜜的丈夫。问题在于，如何使好友和她丈夫的婚姻破裂，好让自己攀上豪门，实现阶级跃迁。观察她接下来如何巧妙操作。闺蜜的妈患有严重心脏病，
婆婆又特别强势，两家人如水火，夫妻俩都坚持维护各自母亲，为此争吵不断。一次争吵中，次元不慎将海洋推倒，海洋气愤提出离婚。次元心中怒火难平，却找不到倾诉对象，只好向恩江诉说心事。看到闺蜜婚姻状况不佳，恩江心里暗自高兴，她装作很关心，假意透露出海洋家破产且背负债务的消息。如此一来，次元豁然开朗，怪不得海洋设计珠宝屡获奖项，但总是手头紧，原来赚的都用来还娘家的债了。恩江以为他们会因此大吵，然而他失望了。次元确实理解深情的好丈夫，虽然知道妻子对自己有所隐瞒，但想到海洋7年来默默承担了一切，反倒更加心疼他，决心做出妥协。恩江看着这个家终于有了争执，却又被轻易平息，他坐不住了，他跑去次元家故意闲聊。果然，次元妈妈听说儿子天天照顾丈母娘，马上不高兴，登门大吵一场。恩江在一旁火上浇油，劝海洋报警，挑起了激烈争端。海洋妈妈被气得心脏病发作，次元及时赶到，恰巧目睹母亲被警察带走，对妻子的做法更是不满。他实在搞不懂，原本可以商量的事，为何非得报警？那毕竟是自己的母亲，不是外人啊。每逢这样紧要关头，恩江总会如红颜知己般出面调解，说什么他也觉得报警这事儿是海洋小题大做了，劝说次元息怒，不妨听听他的办法。海洋很快就收到了丈夫的信息，提到安排了度假村，建议他和妈妈去放松心情，家中事务由他来处理，小孩则交给恩江照顾。海洋一旦离家，问题仿佛都烟消云散。恩江早已密谋，他早就联系了海洋的初恋，让其在度假村制造偶遇，企图诱导海洋出轨，自己则趁虚而入，把自己的妈妈安插到次元家做保姆，父亲则成为次元父亲的私人司机，全面监控次元家动向，自己则努力赢取次元女儿的喜爱，为自己上位做铺垫。海洋离家的第一夜，她使用着闺蜜的化妆间，泡在闺蜜的浴缸里，幻想着与闺蜜老公发生关系，还特意聊起过往使人脸红的往事，气氛变得暧昧起来。次元担心控制不住自己，试图将话题岔开。恩江擅长将不利转为有利，尽管家境贫寒，从高中起就是闺蜜的影子，经常被人轻视，但她将这些转化为吸引次元的工具。她泪眼婆娑，成功激起次元的怜悯，次元不由自主地提供安慰。不止这些，还主动邀请恩江留宿。不得不说，有时候中央空调真的很烦人。恩江看似无奈，但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她回忆起自己的屈辱，感到一股强烈的嫉妒。一直以来，她一直在和富有的闺蜜做对比，由此产生的剥夺感让她痛苦不堪，愤怒与不满抹杀了她的道德底线。这个男人，她决心要夺取。她换上了闺蜜的高档真丝睡衣，喷上了昂贵的香水，深夜徘徊在客厅里，企图勾引闺蜜的丈夫。次元半夜醒来，还以为是妻子回来，仔细一看，却是恩江。露着迷人的香肩，散发着无法抗拒的魅力。理智让他保持了距离，但恩江拉住了他。若非女儿在房间喊爸爸，次元几乎就失手了。恩江懂得引人上钩，没诱到就聪明的退出，不想强行留下引起反感。那晚，次元心神不宁，甚至走回客厅想找恩江，脑海里全是他的诱惑，想象着他在泳池的画面，引得他心猿意马。第二天，恩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陪着次元父女去游乐园，还拍了全家福，看上去宛如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同时在度假村，海洋被初恋哄得很开心，在他的热烈追求下，海洋几乎就动摇了。要不是妈妈在身边，他可能就犯错了。妈妈得知孩子没给婆婆带，而是给了那个狐妹子恩江，急忙想立刻回首尔，害怕恩江抢走女婿。海洋却不担心，他自信自己比恩江优秀，是个明眼人的话，都会在他和恩江之间选择他。毕竟他对恩江那么好，相信恩江不会做出背叛。妈妈作为过来人，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在妈妈的坚持下，海洋不得不提前回来，重返工作岗位。他为这场珠宝展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海洋对此充满了信心。但在展览前夕，他的珍品经文被盗，一天的时间只为报案和处理法律事宜奔波。原计划缓和婆媳关系的次元，却遭到心烦意乱的海洋怒吼。次元心情跌入谷底，他约恩江至酒吧深谈，探究海洋焦虑的根源及他的旧情人。不巧的是，海洋的朋友也在那酒吧，看到次元和恩江共饮，惊愕不已。他急忙告知海洋这一幕。海洋听后大为震惊，恩江原本说要去打工，她怎么会出现在丈夫身边？海洋以体面自居，以正事为由掩饰深夜的会面，但朋友暗示恩江与次元关系不寻常，海洋心乱如麻，他不知如何去追问此事，担心无意中伤了朋友的心。在心计方面，恩江显然更熟练，他主动向海洋坦白，坦诚他与次元共饮的情形。他不愿见到夫妻间的纠纷，所以去了解次元的想法。明知海洋介意次元对婆婆的纵容，她却挑起了夫妻间的争端。这位白莲花终于觉醒了些许良知，决定找闺蜜坦白自己泄露诡计的事情，却无意听到闺蜜与旧爱的欢笑声。恩江知道别人常看不起她，但从闺蜜口中听到这些，她的心深受打击，她那一点点善意也随之泯灭。次元接到恩江的电话，赶到餐厅接妻子回家，却撞见妻子与初恋亲密。海洋喝得烂醉如泥，连丈夫是谁都认不出来，嘴里只念着初恋的名字。临上车前，他还向初恋送去飞吻。次元的嫉妒心被彻底激发，他们结婚7年了，他从没觉得海洋如此疏远。他沮丧地向恩江吐露心声，
听着这些，恩江心里乐开了花。如果次元早点离婚，他就能更快占据有利位置。当次元向他追问海洋和初恋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的后，他装出难以启齿的模样，回避了问题，心机深重的故意掉落手帕，等着次元上前捡起，做出正在与海洋通电话的假象，语气里满是关心。好家伙，这一幕对次元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海洋还未意识到恩江的背叛，反倒是海洋的母亲感到了紧迫感。他的直觉告诉他，恩江想要通过挑拨离间来取得上风。为了搜集证据，他在与恩江对话前小心地开启录音，在逼问之下，恩江终于失态。那天下午，海洋的母亲急忙召开家庭会议，揭示恩江的真面目。恩江慌乱不已，没想到对方竟如此精明，但凭借主人公的光环，录音却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恩江立刻表现出戏剧性的反应，哭泣着逃离了现场。海洋的母亲急到心脏病都快发作了。不论他怎么说，恩江不是个好人，女儿和女婿依然盲目信任恩江，甚至认为他在诬陷恩江。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揭露恩江的真实面目。那晚，次元去接海洋下班，却又遇到海洋的初恋来纠缠，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陪他清酒的还是恩江，一提到海洋，恩江便情不自禁流泪。他讲述自己成长中缺乏关爱，无奈地说，这也怪不得别人，把他当成无足轻重的人对待，所有人都看不起他，随意践踏他。但次元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在他眼里，他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存在。在彼此的目光交汇中，两人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海洋与初恋的纠缠使次元放下了最后的道德束缚，他亲吻了恩江，展示出迷人的肌肉线条，与恩江一起沉沦于欲望之中。与妻子的朋友一夜纵欢之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再专心对妻子，脑海中不断浮现与恩江相处的画面。恩江离去的那一天，次元收到了一封满载深情的情书，恩江深情而热烈的告白让他措手不及，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期望恩江能给他指引。恩江貌似随意的回应，却暗中利用一切机会步步为营。海洋夫妻原本计划陪女儿去学校参加公开课，但海洋忘记了这件事，临时请恩江替代。恩江陪同参加了愉快的亲子活动，活动现场和谐的让人误以为恩江是孩子的亲妈。海洋真是太大意了，看到丈夫和恩江的合照，竟然没有丝毫怀疑，还跟恩江抱怨家中长辈的存在让她和丈夫感到不便。她却不知道次元分心并非因为家中长辈，而是因为她身边的闺蜜。她把落在次元口袋里的手帕还给了恩江，恩江局促不安地解释说是因为之前出差时不慎打翻了咖啡，但海洋记得次元说是因为去游乐园时沾到了冰淇淋才向恩江借的手帕。这不一致的解释终于让海洋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寻常。几天后，恩江突然提出想看海，就把两口子约到海边餐厅，当着次元的面他说，实际上他的初恋对象是另有其人，隐藏着他不为人知的感情故事。他好奇地凑上前去窥探，完全没有意识到老公的紧张。像恩江这种出身平凡的女孩，根本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只能默默地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心，然后错失良机。海洋听了恩江的情事感到同情，斥责那个男人不识货，确信他找不到比恩江更好的人。次元的脸色整个过程都很复杂，利用海洋上洗手间的机会，他质问恩江为什么要说那些话。恩江失望地望着他，指出他只担心被海洋发现，却没考虑到他的感受。他不相信次元对他没有感情，不顾一切地跑向大海，看次元会不会救他，还是会像个称职的丈夫留在原地等妻子。海洋从洗手间出来，发现没人，出去找人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从海里上来，弄不明白自己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恩江不肯回答，只是疯狂地笑着。至少在次元向他冲过去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赢了。回家路上，海洋担心恩江冷，给他穿上次元的衣服，感激次元的及时出现，不然今天可能会出大事。恩江披着衣服，故作天真的向次元撒娇，问穿了哥哥的衣服，哥哥会不会生气？次元勉强笑不出来，看着两个女人在后座如姐妹般亲密，心情沉重如石。回到家以后，海洋一直在想恩江的初恋可能是谁，次元变得更加焦虑，连他妈妈都看不下去，哪有女人能如此大度，对别人穿自己老公衣服毫不在意。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三个人长期在一起必定会出现问题。女人悄悄进入了朋友的家，在衣柜里翻找朋友丈夫的大衣，迷恋地嗅着上面的气味。她幻想着自己正被次元拥抱，打开了次元经常使用的爽肤水，回忆着他身上的香味，正沉浸在那晚的迷恋中。恩江一家突然回来，他慌张不已，一不小心把爽肤水弄翻了。海洋妈妈刚进门就觉得奇怪，记得自己出门时关了灯，客厅的灯怎么还亮着。外孙女去阳台找玩具，然后突然大叫，是阿姨来了。海洋妈妈一听，赶紧去阳台查看，开始怀疑恩江来过。海洋原本不相信，进房间后闻到浓烈的爽肤水香味，发现早晨还满的瓶子现在只剩下半瓶，也感到诧异。他想起白天向恩江借眼药水的事，在恩江包里发现了一张家庭合影，照片里老公女儿和恩江一同笑对镜头，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就连去吃汉堡的时候，女儿也总是提起阿姨，问恩江什么时候会来。妈妈提醒海洋要多关心家庭，否则等到老公孩子都被别人带走，后悔都来不及。海洋重看家庭相册，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恩江似乎比他更适合这个家，他觉得自己被家里人排斥，心里感到很不舒服。睡前
她故意换上性感睡衣，想与已久未亲近的老公缠绵，但次元心不在焉，对她提不起兴趣。海洋感到很挫败，但自我安慰，只是次元不习惯和她妈妈同住，只是心理压力太大了。那天女儿的安抚玩偶丢了，家里因此闹翻了天。海洋家有遗传性心脏病，女儿也是心脏病患者，上次因为失去玩偶紧急送医，全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人帮忙买相同的玩偶。那天晚上海洋有个重要的宴会，他实在无法脱身，恩江却尽心尽力帮忙，先是安慰了海洋的女儿，然后奔波于各大超市和网站，力求找到同款的安抚玩偶，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卖的人，但那地方在偏远的郊区。次元原想和恩江一起去，但丈母娘不同意，担心他们会有什么闪失，恩江只得跟小叔一起去取，这解决了次元家的急难。海洋其实也很焦急，但他在派对中扮演重要角色，得接待许多宾客，他为了早点回家看女儿，所以饮酒匆忙且猛烈，醉酒后被初恋送回家。次元心里本就不痛快，见到情敌更是怒不可遏。他不明白对海洋来说什么最重要，这7年来都是他在照料女儿。如果海洋注重家庭，多一点家庭责任感，女儿也不至于这么缺乏安全感，不会这么依赖那玩偶。海洋也有他的苦衷，赚钱不易，生活艰辛，他每天忙碌奔波，拼命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家。海洋震惊了，他没想到次元知道这些事，他家破产和负债的事只有恩江知情，他不想家里不和，一再叮咛求恩江保守秘密。他拼命工作还债，半年就能还清。他没想到他这么信任的恩江，恩江却暗地里伤害他。面对闺蜜接二连三的质问，恩江本来想坦白一切，但他现在没那个底气，只能继续撒谎。当海洋追问他为什么不再戴那条有意项链，恩江借口说自己脖子过敏，所以才摘下来。海洋却立刻看出项链是断的，恩江感觉自己快要瞒不住了，又开始装可怜，哭着跑出去。私底下他还跟次元保持着不正当关系。那晚两人忘情接吻，被跟踪来的海洋妈妈抓个正着。海洋妈妈早有预感，但亲眼看到这一幕还是震惊，心脏都受不了。他骂恩江是贱人，海洋妈妈心脏病发作，恩江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看着昏迷的海洋妈妈，他心里竟产生了歹念，希望海洋妈妈永远不要醒来。到了医院，海洋妈妈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告诉女儿真相，可她实在太虚弱，只是指了指恩江，又昏过去了。次元的外遇让丈母娘气到进了医院，次元还是偷偷跟恩江见面了，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恩江感情用事的说他什么都不想要，只要知道次元在乎他就足够了，这全是演技，仅仅是听听就好。次元却被感动了，觉得恩江真是懂事的好女孩，这么无私的爱他。对海洋而言，接连受到沉重打击，妈妈病重住院，自己的设计被盗版了，损失了数千万，刚起步的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恩江也开始慌了，他没想到偷设计稿会给海洋带来这么大的损失。次元愤怒了，没那么大的能力，却接了这么多活，更糟的是亏的还是借来的钱。结过婚的夫妻对于海洋的事业，次元一点帮助也没有，却总在一旁说三道四，这让海洋快要崩溃了。请你闭上嘴，父亲早逝，妈妈还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海洋只能在病房外的墙边哭泣，看朋友这么痛苦，恩江开始觉得良心不安，觉得不能再做对不起海洋的事，于是单方面提出和次元分手。但他们所犯的错误不是一条短信就能消除的，差点走了一趟鬼门关后，海洋妈妈意识到恩江不好对付，为了自保，装出失忆的样子糊弄过去，等女儿来了才颤声说出她亲眼目睹了恩江和次元接吻。海洋对妈妈绝对信任，实际上他也感到了些许端倪，但不敢肯定，所以一直拖着未决。出院后，他去找恩江的前男友，询问他之前的警告是否指的是恩江。前男友一眼就看出他已经知情，建议海洋做事要更谨慎，因为按恩江的性格，没确凿证据前他是不会承认的。那晚回家后，海洋开始搜集证据，最后在次元车上找到了视频回放，就在他妈妈住院那晚，两人还甜蜜的秘密见面，真是急不可耐。不止这些，他还在车里发现了恩江的情书，每一个字都在证明他们做了所有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海洋忍不住冷笑，这份情谊真是太珍贵，以至于次元一直不忍心销毁，正好让他找到了把柄。她把闺蜜和丈夫约到咖啡馆，然后一人给了一个大逼兜。海洋一直有良好的家教，他总觉得狗男女这词太粗鲁，现在自己遇到这档子事，发现这词儿用起来挺顺口，一个是密友，一个是挚爱，两面受敌，伤害加倍。海洋完全不懂恩江怎么想的，小时候分享零食和衣服，长大了连老公也要分享。看着恩江哭着道歉，海洋气得又火冒三丈，他一把推开次元，不让恩江在这里继续戏耍。女人的直觉海洋也有，但他总是选择不去面对，害怕一旦揭开就家破人散，更害怕失去挚友。他因友情而退让，次元却因诱惑而沦陷。面对海洋的质问，恩江只会哭着说是他的错，说和次元没关系。海洋听够了这些借口，站起来给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咖啡馆里的人都在看热闹，让恩江和次元颜面扫地。不止这样，海洋还把次元的家人叫来。次元爸爸一知道儿子的事，愤怒到直接动手。如果外遇分等级，和老婆朋友来往简直是最低级，但是家暴再严重，终究还是自家人，还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有无数办法让这对狗男女难受，
但海洋觉得没必要再纠缠，他会争取到最大的赔偿。录音等证据也准备好了，随时准备起诉。回家后就开始打包，只想赶快离开这糟心事。次元跪求再给一次机会，考虑到女儿的未来，但这对海洋来说只会是重蹈覆辙。他已经决定不再回头。他明明知道海洋无处可去，知道他正帮父亲偿还债务，一贫如洗，也清楚他家遗传心脏病的事，他还是做了那些无耻之事。海洋从包里倒出一堆清心丸。自从知道真相后，他一直活在绝望中，勉强支撑着。故意选在人多的咖啡厅揭露真相，是因为怕自己做出冲动之举。次元的家人以为他冲动，实际上他此刻比谁都冷静。恩江在楼下等着，眼眶泛红，对海洋说着抱歉。海洋真想不通，恩江难道不把您的友情放在眼里吗？一个男人就值得吗？但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海洋不要的，恩江好好留着吧。被友情和爱情背叛，海洋累得身心俱疲。他卖掉了自己的公司，还清了向丈母娘借的本金，也通过中介卖掉了车。他又租了个小公寓。看着女儿拖着箱子进入老旧的楼房，搬进昏暗狭小的出租屋，海洋的妈妈心疼极了。她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哪受过这样的苦？其实在海洋心里，比起爱情，友谊的失落比爱情更难以承受。从小到大，恩江对他来说都太重要了。每次一忙，总是下意识呼唤恩江的名字，然后又想起恩江的背叛，心痛的像被刀割。海洋消失了，谁也找不到他。次元到处打听海洋的消息，即使路过恩江也视而不见。海洋的痕迹已经不在家中，衣柜和首饰柜里不再有他的东西。次元觉得这个家像他的心一样空落落的，这是他搞事情前从未想过的代价。女人决定离开，伪装成好友的模样，在咖啡馆点餐时，模仿着好友的说话方式和举止，表现得像个内行人。他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和好友处于同一世界。另一方面，家庭因恩江而散后，海洋的生活从天堂坠入深渊，租不起工作室，只好在小作坊里做珠宝设计。指甲里总是沾满顽固的机油。清晨到学习中心，深夜疲惫地回到阴暗的地下室。每个过往的人都能透过通风窗看到室内的情况，没有一点隐私。次元看着母女俩相依为命，感到愧疚加深，他便卖了些股份，希望海洋能为岳母找个好房子。常住地下室不利于健康，但海洋对他满是厌恶，将支票撕成碎片，警告他不要跟踪，否则报警。那天海洋的妈妈提着水果去看望外孙女，却看到恩江这不要脸的人仍然自由进出次元的家。想到女儿那么信任他，他却害得女儿这么惨。海洋妈妈气得全身发抖，她冲上去抓住恩江的头发，要去找他父母理论。恩江哭着求饶，被硬拽到门外。海洋的女儿见状，立刻上前保护他，这才让恩江躲过一劫。老会长对这一家无话可说，让儿子和女婿冷水浸泡，好好反思背叛家庭的行为。接着去找女方家长，要他们签下保证书，保证不再破坏别人家庭。对恩江父母而言，这是意想不到的打击。两个女儿都惹上了一家的麻烦，一个勾引儿子，一个勾引女婿。家教究竟多差，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妈妈拿起扫帚猛打，爸爸则深陷愧疚，无法自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直帮老会长抓小三的，竟是自己的女儿们，还曾经信誓旦旦的提建议。女儿们变得如此，他说不出责骂的话，只自责没有多关心他们，让他们在缺爱缺钱的环境中长大，总是低声下气的活着，最终误入歧途。事已至此，恩江不愿就此放弃。次元和海洋离婚在即，他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嫁给次元，跨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得知次元和海洋仍会一同出席聚会，他极度的牙痒痒。次元回来一见，他便摊牌，逼他在他和海洋间选择。经过深思熟虑，次元终于摘下婚戒，回应了恩江。那个晚上，恩江以正宫身份约海洋谈话，还挑了那家咖啡馆，同一个座位，就是这里。他曾被狠狠的斥责，如同罪人一般。恩江列举海洋对他的种种不屑，像总叫他跑腿，还用别人不要的戒指做订婚礼。海洋被气得哑口无言，他让恩江做的杂事都是自愿的，恩江缺钱他就给钱，那戒指是他亲手设计，没卖出去的都归他，连礼物都送错了人，自己为父还债一贫如洗，还给恩江发了5000万的红包。至此，恩江还一副理直气壮，他恨海洋抢走了爱人，不愿做第三者。从小到大，海洋想要的从未失手，那种失去感让他痛苦不堪。如果不是看到海洋似乎在天堂般的生活，他也就不会觉得自己像在地狱里。女教师刚开始自我介绍，一群妈妈闯入教室，揪着她的头发，斥责她破坏婚姻道德，不配当老师，硬是把她从教室拖了出去。恩江从这场噩梦中惊醒，可能是昨天和次元在餐厅的事影响了他，被旁边的顾客骂作狗男女太刺激。外遇曝光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次元发现海洋没有和好的意思，也就不想再费心去哄他了。至少恩江是手边的人，决定这周末带恩江见家长。恩江终于得到了期待的答复，同时还考上了教师岗位，似乎要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快乐的就像个充满气的气球，仿佛要飞升天际。相较之下，海洋的处境就困难多了，因为办公环境简陋，卖奢侈品的客户都不信任他，事业难以起步。在和妈妈逛超市时，海洋在超市偶遇了恩江一家，将几张面孔联系起来后，他突然意识到婆家请的帮工是恩江的妈妈，司机是恩江的爸爸，和姐夫有关系的是恩江的妹妹。这一家每个人都是欺人的高手。
在海洋爸爸的忌日，恩江带着点心去拜访，也许他是出于好意，但他所做的事很难让人接受，可能是海洋爸爸在天之灵，不忍女儿受这样的欺负，偷海洋设计稿，害海洋破产的人终于被抓到了。为了让海洋难受，这个人一抓到就揭露了恩江，讽刺海洋被最信任的朋友欺骗。海洋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没想到又一次被恩江背叛，他愤怒地撕掉脖子上的友谊项链，因为恩江，他的事业和家庭都受到了打击，这种怨气他怎么也吞不下去。恩江被突然的闷雷声吓醒了，惊得浑身是汗，可能是因为做了太多亏心事，内心总是不安。海洋为了报复，忍着反感向次元提出和解，故意约恩江一起去旅行，化了一副深色烟熏妆，表情总是勉强的笑容，让恩江感到一阵寒意。海洋故意播放谋杀友人的节目，吓得恩江不敢喝他准备的咖啡。每当海洋洗澡前后，恩江都要细查浴室每个角落，害怕海洋藏了刀具，怕不高兴就要了他的命。海洋把恩江带到海边，他们17岁那年，这片海见证了他们的友情。现在20年后，这片海见证了他们友谊的终结，两人一起把友情项链扔进了海里。恩江以为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回家后接到了警察局的传唤，被指为盗窃案的共犯，这让海洋的事业一落千丈，甚至被赶出了行业。他要求对加害者严惩不贷，恩江开始慌张，试图以朋友身份向海洋求情。朋友，当天晚上，恩江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海洋控告他通奸罪、非法买卖他人设计罪、破坏他人家庭罪。海洋要让恩江的罪行都记录在判决书上，让他名誉扫地。3万元是诉讼的最低赔偿金额，而9900元是他抄袭设计的假品价格。这个抢走好友丈夫的女人，最终向原配跪下道歉，保证以后消失不再出现，只求海洋这一次原谅他。海洋原本有些动摇，但次元看到恩江跪下的场面，跑过来劝海洋要有人性，不要毁了恩江的余生。这个不忠的男人竟然还有脸要求原配原谅小三，越想越是心头火起。听闻次元家竟已默许恩江进门，今天他要让他们真正看清恩江一家的本来面目。海洋带领次元家人到恩江家，老会长看出这家人全是骗子，他们靠着老两口挣的钱，2个女儿引诱他的子女，小叔子甚至惦记他的女儿，简直荒诞至极。次元得知此事，又开始为恩江辩护，责骂海洋太过冷酷无情，又自命清高，将自己视作恩江的救星，决心与恩江共同前行。然而恩江却后悔了，他没料到这条路竟如此艰难，他伤痕累累，觉得此生无法抬头。在恩江即将上任的前夜，海洋的母亲为了报复，夜里在学校门口张贴横幅，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恩江是破坏家庭的罪人。他企图让恩江被学校解雇且名声扫地。海洋得知后，一整夜都在纠结，虽有报复之心，却不愿毁掉恩江的一生。回想过往20年，恩江对他细心照料，无怨无悔，从不埋怨。即便恩江后来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仍然忘不了过去的陪伴。恩江曾说的羡慕之言，虽然让他愤怒，但也促使他深刻反思，感受到恩江内心的挣扎。最终他下定决心，学校开门前去撤掉横幅，母亲阻挠不让他撤，问他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质问他是否心太软。可对海洋而言，恩江从未是敌人，尽管说过重话，即使复仇得逞，他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成为老师是恩江儿时的梦，梦想实现不易，他舍不得毁掉，所以他选择了忍痛割爱。母亲和女儿在校门口争吵不休，恩江听到了这一切，在海洋的真心面前，他所有的心机都显得苍白无力。那一刻，恩江真正醒悟，他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深刻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难以宽恕。他认真地教完第1天的课，随即在校长办公桌上留下辞职信。海洋也奔波了一整天，在法院与警局之间穿梭，撤销了对恩江的所有指控。多年好友在街上偶遇，彼此有太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两人重又约在那家熟悉的咖啡馆，进行了一次真诚且深刻的坦诚之谈。当恩江夺走海洋的丈夫时，她确实沾沾自喜过，但那不过是虚荣心作祟。经历这一切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依附于别人上位有多愚蠢。即使海洋不追究，她自己也无法原谅伤害朋友的过去，唯有自我惩罚，她才能找到活下去的勇气。从17岁到37岁，最宝贵的20年岁月，2个女人相伴而行。对于恩江而言，海洋就像春天里的阳光，她最钟爱的红气球。此后不久，恩江给家人留下告别信，悄然去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篇章。在那里，她不用再比较，不会感到相对贫困，能做回真正的自己。海洋和次元平静离婚，带着母亲去意大利深造，顺便扩大自己的事业。海洋华丽转身，他不出办公室，惊喜地看到外面挂满了红气球，上面写着对他回国的欢迎。他知道这是恩江的手笔，他急忙出去寻找，但恩江只是远远地注视着，他们心中仍然牵挂着对方。只是两人本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保持友谊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彼此不再干涉。